This channel, a systematic teaching, enables you to put an end to suffering and reincarnation. Please find the playlist of this series in the description. Mahayana Pure Land welcomes you. 下面讲行。行是什么呢？就是支持名号。阿弥陀经告诉我们，要支持名号，一心不乱。这个持名，偶一大师讲，名以昭德。这个名字啊，它就具有了德。你比如说，假如这个我们在家里面挂上一个孝字，孩子们见到这个孝字呢，他就想到要孝顺父母这是什么呢？名以昭德啊。这孝字这个文字就是个名字而已可是它唤起人的这个德假如你要是这个挂上一些不好的名称杀盗淫妄，它也会引发人的恶习气。那么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呢，这个代表的德是不可思议的德这个德是性德无量的性德都含在这一句名号当中。所以德不可思议故名号亦不可思议。你持这句名号就能得到这个德。所以三称为佛种直持登不退。佛号的这个名号是最不可思议的名号。你散心称念，像刚才提到的那个樵夫，就称一念南无佛，他都能够成佛，种下了金刚种子那如果你能直持名号，那你就必定一生往生净土，不退成佛。所以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过去老讲这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好像呢这个并不是很深的体会最近打了个佛七老实念佛念了7天，感觉到呢妄念减少了，心地清净了，这个体会得这个名号功德真的不可思议。平时我在家里言教习讲，这个妄念也不能够降服，发现念佛这个方法真的可以让我们的妄念很快的减少当然现在我还没有能够真正这个除掉妄念了，但是比以前减少这个中峰30系念里面也讲到，偶一大师在要解里面也提到，叫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这是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印度有一种宝叫清水珠它放到水里呢，能够把浑浊的水弄清洁那现在我们清洁水用像明矾这类的化学药品
放到水里，它就能够把污浊的东西沉淀下去。那么这个清水珠它厉害放到浊水里面呢，进到水1寸，它这1寸的水就清洁了；进到水1尺，这1尺的水就清洁。整个投到这个水杯到底下青珠到了水底了，整个水全部清洁了。浊水不得不清。那么这是比喻佛号佛号像清珠一样，投到了乱心当中。乱心比喻是浊水乱心也不得不变成符号所以我们念佛，很多人说念佛很多妄想这个绕佛的时候绕一圈都很难说不生妄想。那怎么办呢？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你不要理会那些妄想这乱心就是妄念纷飞你就管住这句佛号，不要管那个妄想，一句一句阿弥陀佛念得清清楚楚。下莲居老居士有一个诀窍，就是3个字：用心听你用心来听自己念佛的声音就是持名你不用想什么，就是听自己念佛，听得清清楚楚，你这时候就是净念相继那个妄想由他想去，我不管他，就是专心听自己念佛。如果你没听到自己念佛了，这说明你自己在打妄想，那赶紧要警觉，马上注意注意力集中在佛号上，听自己念佛就是这样老老实实平平妥妥，没有什么太高深的东西就是这样的简简单单平平常常，你能够老实念下去，用心听下去，念佛3昧就能达到这个行门阿弥陀经里着重讲直持名号，这个是现在我越来越体会的，真的是殊胜方便的法门。藕益大师讲，这是方便中第一方便它太方便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提起佛号第一方便。而且呢，它是当下转你的染念成佛念，让你的乱心不得不佛。这是什么呢？了义了义是什么呢？叫你成佛的这个法门叫了义，直截了当让你成佛。了义中无上了义，圆顿中最极圆顿不可思议的法门。那么我们能够这样信愿持名这就是阿弥陀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修行的纲领关键。我们的果报是什么呢？彼生净土那么净土有4种，我们这里简单介绍一下4种净土的妙果你能够直持名号，你可生4种净土。
极乐世界净土有4种那么第一种叫凡圣同居土，这种人是自己只持名号，持到呢得到了功夫成片了，但是还没有断烦恼烦恼有3种，所谓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和无明烦恼烦恼虽然没断，但是能够信愿执持名号，往生净土是往生凡圣同居土那么这种净土里面也分为3辈9品上中下3辈还有9品。那么如果我们执持名号直到持到呢达到事一心不乱，也就是你把见思烦恼断掉了，在小乘里面呢这个你就证得了阿罗汉果了。但是净土宗是大乘大乘原教里面呢7性位菩萨就是这个见思烦恼断了。那么你念佛如果念到事一心不乱了，你升到极乐世界就不是凡圣同居土，你升到方便有余土那么如果你功夫再提升，你念阿弥陀佛一直念到理一心不乱，这是把无明尘沙2种烦恼都断了无明烦恼41品的你能够破1品无明，证1分法身。在原教里面讲你这是初住位的菩萨了，你是法身大士。那你往生极乐世界你是生十报庄严净土，而且是分正常寂光土常寂光没有相，它是离体，十报庄严净土它有相那么在我们娑婆世界里面也有4种净土，但是对凡夫来讲没有办法证得方便有余土和十报庄严土。当然证这个常寂光土这更不可能了，凡夫是在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地球上也都是凡圣同居有凡夫也有圣人过去法照大师就曾经在五台山见到文殊师利菩萨他在里面呢见到大圣竹林寺，还见到文殊菩萨，还听了文殊菩萨一座讲经文殊菩萨还教导他末法时代的众生要修念佛法门还传给他怎么念佛这个方法，叫五会念佛方法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五会念佛就不是法照大师当时传的现在已经失传了。那么法照大师见了文殊菩萨以后，出来的路上做记号想着下一次呢能够再回到这个大圣竹林寺。可是做了几步路之后回头一望，这个寺院不见了，只有一片荒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世界里头有佛菩萨
注释，但是我们凡夫平时见不到，要很特殊的因缘，我们才能见到。就是凡圣同居土，凡夫不能跟圣人在一起但是在极乐世界，这殊胜的地方是什么呢？凡圣可以天天见面我们现在一品烦恼都没断，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生凡圣同居土可是天天可以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弥勒，通通都能见到，天天在一起。那他们帮助我们修学，那我们成就快了而且难得的是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土，可是四土圆融在一起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的这个四种净土，方便有余土是四圣法界的圣人居住的你证得阿罗汉了，你证得菩萨果位了，你才能够升到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净土那叫一真法界，那凡夫更没份了，那法身大士居住的常寂光土讲离体你破一品无明就正一分常寂光，那我们凡夫也没份了那么在极乐世界四种净土呢，你是一生一切生像我们这样没断烦恼，就靠执持名号往生净土的，虽然在凡圣同居土，也能见到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和菩萨，也能够见到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也有分证常寂光的受用。所以四土是圆融的一切众生的受用是平等的，这是不可思议所以极乐世界是清净庄严平等的法界，它平等不是说这个方便有余土的受用只有阿罗汉只有菩萨才能得到，凡夫就得不到了，它不是，都能得到，都能够互相见面，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结果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要希望得到这样殊胜的妙果。而到了极乐世界，你能够像大菩萨一样分身，为什么呢？你能够有十报庄严净土这些法身大士的受用，你的功德你的神通道力跟他们差不多所以你想要回到娑婆世界看看自己的这些过去生中的亲人你也能随时回来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到了极乐世界永远跟自己的亲人见不到面了，那是你的妄想。经上告诉我们，你想回来，一念之间你就化身回来了你想帮助哪一个有缘的众生，你就能帮助他
现在我们呢，不要说帮助别人了，自身都难保即使是再喜欢的人，一到来生见不到面了，见了面也不认识了。所以我们求生净土，要暂时把这个世界放下，放下了之后，到了极乐世界，你就能真正帮助过去生中的有缘众生。